1596年，胡宗宪冤死31年后，御史朱凤祥将胡宗宪和于谦并列为明代功勋最著者2臣，请万历皇帝予以表彰。万历采纳了这一建议，追赐胡宗宪以相貌的谥号。相比于谦这个公认的民族英雄，胡宗宪受到的争议可就多了。他有功于国，却也干了不少攀附奸臣等正人君子不耻之事。这样一个人，为何有资格与于谦并列？大明王朝1566中，海瑞有一句话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同于海瑞的黑白分明，胡宗宪一直行走在灰色地带，他其实也有自己的一腔苦衷。倭寇问题的产生跟明朝立国几乎是同步的。最早，张士诚、方国珍等原本占据江南的抗元力量，被朱元璋打败后，残余势力逃往海上。这些人开始与日本列岛上的浪人和武士相勾结，骚扰山东沿海州县。明太祖朱元璋对此很恼怒，他多次遣使往日本，要求日本取缔倭寇，却遭到拒绝。此后，倭寇还从山东一路向南，骚扰和掠夺浙江、福建沿海。不仅如此，在与日本的国书往来过程中，由于对方言辞不逊，朱元璋感觉受到了冒犯，一度表态要出兵远征日本。但鉴于元朝远征日本失败的历史教训，朱元璋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无奈之下，只能下令加强海防建设。与此同时，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直到明朝立国大约25年后，1392年，日本室町幕府第3任将军足利义满统一了日本。为了同明朝进行通商，足利义满对倭寇采取了严厉的取缔政策，为祸甚深的倭寇团伙开始走向衰亡。但从嘉靖在位的16世纪初期开始，倭寇卷土重来，祸害中国东南海疆。这一时期被称为后期倭寇，亦称嘉靖大倭寇。胡宗宪和他的前任们抗倭的历史便在此时拉开了序幕。1523年，嘉靖皇帝朱厚熜刚继位2年，4艘来自日本的朝贡船只先后驶入宁波港，4艘船分别属于日本细川氏和大内氏。按照明朝的规定，掌管朝贡贸易的机构是市舶司，全国共设浙江、福建、广东3个市舶司，其中负责对日贸易的是浙江市舶司。当时日本幕府已经是衰，与明朝进行贸易的权力掌握在细川和大内2市手中，两家都不愿放弃贸易的肥肉，于是上演了一场争夺战。由于在宴席上，细川氏的正室栾纲瑞佐被安排在大内氏的正室宗社千道的上座，宗社千道非常恼火，当即率领部下发动袭击，杀死栾纲瑞佐等10多人，放火烧掉了细川的船。宗社千道一行杀红了眼，在折回宁波的路上随意杀掠中国人，然后夺了明朝的船只逃回日本。这起血案影响十分恶劣，明朝官民对日本的信任感急剧下降。事件发生几年后，1529年，浙江市舶司被废除，一些利益受损的日本商人、武士和豪强转而做起了走私贸易，并逐渐演变成海寇。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发现产量巨大的银矿，原本姿色平平的日本一下子成为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商船趋之若鹜的目的地。当时700文1等成色的铜钱在明朝可以换1两白银，而在日本换1两白银仅需同样成色的铜钱250文，中间存在2到3倍的套利空间。而且中国的丝绸、棉瓷等商品转销日本的利润非常大，巨额的利润驱生出数不尽的亡命徒。在浙江市舶司废除后的10多间以双屿岛为重要据点的中日走私贸易圈趋于鼎盛。这个走私贸易圈由海寇、葡萄牙商人、日本商人、中国沿海世家大族及沿海走私商人等多种势力构成，错综复杂，彼此纠缠。此时，日后的抗倭名臣胡宗宪还只是一个初入仕途的年轻官员，但另一个年长胡宗宪18岁的抗倭名臣朱完，此时已经被顶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1547年，嘉靖26年，朱完被擢升到抗倭第一线，达到个人仕途的高峰。朱完是明朝罕见的贤臣，集清廉能干于一身。据说他是在狱中出生的，从小生活贫困，20多岁考中进士后，为官一直颇有口碑。在他负责抗倭之前，以双屿岛为核心的中日走私贸易圈
已经繁荣发展了10几20年。由于有利可图，海寇、走私者与沿海世家大族与一些朝廷官员勾结，结成了相对牢靠的利益同盟。只要朝廷有风吹草动，他们总能第一时间获悉，并及时想好应对之策。朱完的到来，第一次打破了官匪勾结的局面。他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手段，是要整顿海防，清剿倭寇与通倭奸民。他指派都司卢汤率兵攻克双屿岛，活捉了岛上几乎所有的海盗头目，其中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和葡萄牙人。一个叫汪直的人侥幸逃脱，后来去了日本平户。双屿岛被捣毁后，闽浙沿海的世家豪族先不干了，于是朱完遭到了这闽籍在朝官员的弹劾。1549年，朱完当众诛杀了海盗头目许栋、李光头等96人。有御史据此上奏弹劾，称朱完不等朝廷批示，擅自杀戮。朝廷遂停了朱完的官职，并派人前往浙江、福建进行调查。朱完知道消息后，痛哭流涕，于是他给自己写了一通墓志铭，写得极为悲怆：纠结定乱，不负天子；功成身退，不负君子；命如之河，丹心轻使，人孰无死，围城无事。写完，喝下毒药自杀。朱完自杀半年多后，嘉靖29年7月，朝廷竟然还下令要逮捕朱完至京审讯。朱完的悲惨结局，使得此后很长时间内，帝国官员无人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巨商、豪族勾连在一起，进入了疯狂的收割期。10载，海寇大作，独东南者10余年。到了嘉靖34年，一股72人的倭寇在浙江登陆，经行数千里，杀伤几4000人。根据当时人的记载，这一小股倭寇兜了一圈，来到陪都南京，南京守军与之对战，结果守军死了800-900人，而倭寇不折一人而去。同一年，一小股倭寇来到溧水县，溧水县城赵诸臣直接弃城逃跑，任由这群倭寇在城内百姓家吃住了2天后离去。当朱完愤而自杀的时候，38岁的胡宗宪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他刚刚在帝国北疆平息了2起士兵哗变事件，展示了个人的手腕与能力。胡宗宪出身不错，父亲是当地饱学之士。嘉靖1时，他从小就是个出色的做题家，26岁中进士，步入仕途。但他不是一个典型的书生，而是履历过人，喜欢骑射，爱好钻研军事书籍，不像一般的清流士大夫总是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感。胡宗宪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他很懂得变通，擅长权术，但他为官有一条准则，就是脸不及民，不给百姓增加额外的负担。他当过2地的知县，在当地声望很高，是有口皆碑的父母官。胡宗宪真正从地方官员转变为帝国边疆大吏，是在嘉靖28年出任宣抚大同巡按御史。这时候的抗倭主将是张经和李天宠。李天宠知道沿海的士兵但凡有一点用，也不至于一点用都没有，故请求调任西南5000郎兵入浙。在这期间，哪怕取得擒杀倭寇300多人的战绩，但因随后遭遇的2场败仗，都师浙江的工部侍郎赵文华借机弹劾，称李天宠是酒费事，朝廷遂罢黜了李天宠。与此同时，张经命卢汤、于大猷等抗倭名将率军连同西南郎兵一起，水陆并进，在浙江嘉兴王江津围剿倭寇。这一仗歼灭倭寇1900多人，是东南抗倭以来的最大胜利。王江津大捷传来，张经却同样遭到了赵文华的弹劾，说他为贼失机。嘉靖看到弹劾的奏书，大怒，下诏逮捕2人下狱。没多久，王江津大捷的奏报传来，嘉靖问严嵩怎么回事，不是说张经为贼失机吗？怎么还打了胜仗了？严嵩说，王江津大捷实乃赵文华与胡宗宪的功劳。原来人事的背后是政治斗争，赵文华是严嵩的马仔，张经、李天宠为人正直，不肯屈服于赵，赵遂寻找机会陷害2人，这才发生了颠倒黑白的一幕。就在王江津大捷的5个月后，嘉靖34年，张经、李天宠遭斩首。同日被冤杀的还有敢于直言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国家一日杀了3名贤臣，天下冤之。李天宠被杀后，赵文华立刻举荐胡宗宪担任浙江巡抚，而在张经之后，东南5省总督的2任继任者也先后遭到赵文华弹劾，最终以胡宗宪代之。跟张经等人的政治不同，胡宗宪很识时务，一到浙江就撒钱献礼示好赵文华，从而迎来了个人仕途的快速升迁。
不仅如此，他还拼命讨皇帝的欢心，家境崇尚道教，喜欢青瓷与祥瑞。胡宗宪投其所好，曾向皇帝进献白龟、白鹿、五色灵芝等象征祥瑞之物。寻找这些稀罕之物，恐怕费了他不少心思。他还网罗了徐渭、唐顺之、田汝成等当世大才子，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撰写青词，以及报捷献瑞时揣测帝意，写表献文。这些做法成了严党倒台后胡宗宪遭清算的原因，也是他在后世口碑不算好的根源。但公平地说，在严嵩父子把持朝政的情况下，一个官员想要晋升，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势必要采取讨好其代理人的姿态，否则要么没命，要么没机会出头。胡宗宪的前任们就是活生生的案例。所以在一个所谓奸臣当道的时代，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于上位者的道德，而在于上位者的作为。他用不道德的手段上位后究竟干了什么？成为东南抗倭的一把手，胡宗宪首先在倭患最严重的台州、温州和宁波等地考察，发现各地武备松弛，而入境倭寇不仅装备精良，而且训练有素，这幕后一定有组织者。经过衡量双方战斗力，胡宗宪认为要消灭倭寇和海盗并不现实，遂定下了诱降为主、剿抚并举的策略，即攻谋为上，决力为下。正如朱完当年的发现一样，倭寇的最大头目其实都是中国海盗。李光头、许栋被朱完杀死后，新一代的倭寇头目长成，此人正是从双屿岛逃脱的汪直。朱完自杀那一年，蒙古俺答汗兵临北京，明朝出现了北虏南倭的双重危机，朝廷的选择很明确，防务重心立马转向了北方。由于汪直的性格比较内敛谨慎，不像其他海寇头目那么跋扈，因此逐渐取得官府的信任，加上浙江地方豪强的帮助，数年间便吞并整合了多股海寇势力。等到官府反应过来，汪直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形成。胡宗宪决定诱捕汪直，他与汪直是徽州老乡，利用这层关系，他将被关在金华监狱中的汪直母亲、妻子释放。随后他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在汪直的养子毛海峰的引荐下，使者在日本见到了汪直，并劝说汪直立功自赎，归顺朝廷。汪直听完有些心动，但他说日本现在割据政权林立，他需要时间逐个摆平。事后胡宗宪重赏了毛海峰，后者随即将另一名倭寇头目徐海打算入侵的消息透露出来。徐海也是徽州人，原为汪直旧部，后独立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海寇队伍，势力仅次于汪直。嘉靖35年4月，徐海果然率倭寇进犯浙江沿海，人数达万余人，来势凶猛。胡宗宪一开始主张武力抗衡，发现敌不过对方，转而采取离间计。他派人拿着毛海峰的劝降书去招抚徐海，同时挑拨离间另外2名倭寇头目陈东、叶明与徐海的关系。徐海听到汪直已投降，陈东又反叛他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不久，他让弟弟徐弘当人质，并抓了叶明和陈东献给胡宗宪。为了表示归顺的诚意，他后来又亲自带领数百名倭寇至平湖城请降。与此同时，胡宗宪悄悄释放了陈东和叶明，写信命他们伺机进攻徐海，立功自赎。胡宗宪又故意将书信内容泄露给徐海，至此离间之计已成，两伙人隔河相望，互相猜忌，随后展开火拼。第二天，早已布置好的明朝官兵才出场收拾残局，包围了这2支互相残杀的倭寇。没有退路的徐海最后投水自杀，其余人等则被活捉。在这之后，两浙地区的倭患逐渐平息下来，现在只剩下摇摆不定的汪直了。注重军事谋略的胡宗宪其实也不怕死战，在他领导抗倭战争的7、8年间，大小数十百战，而他自己坚持抵在第一线，直面枪林弹雨。有一年，由于倭寇入侵，乡村民众坚壁清野，明军所至之处往往缺乏饮食。胡宗宪率军四处觅食，来到了一个小道观。道士听说胡宗宪是来抗倭的，连忙拿出仅有的一点食物招待他。恰在此时，他培养的间谍回来报告倭寇内情。胡宗宪听说这名间谍已经饿了2天，赶紧把自己仅有的食物给了他。道士提醒胡宗宪说，道观里只有这点食物了，你自己留点吧。胡宗宪说，越是珍贵，越应该给有功劳的人吃。正是受胡宗宪的诚意感召，当时东南地区一批文韬武略的能人都云集在他的麾下，
人称鱼龙七虎的帝国两大抗倭名将于大猷和戚继光，曾在胡宗宪的手下联手抗倭，大展身手。徐海集团被剿灭1年后，嘉靖36年8月，胡宗宪留在汪直这里的人质回到了浙江，这意味着胡宗宪的招抚计划有了新进展。3个月后，汪直亲自率领日本的领主特使40余人以及3000名全副武装的倭寇登陆浙江岑港，他的养子毛海峰上岸，负责与胡宗宪交涉受抚事宜。汪直率领倭寇抵达浙江的消息传开后，沿海官民惊慌失措，都担心汪直集团随时激变，连北京也是朝议轰然。胡宗宪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仍然力主辅翼，避免与汪直集团硬刚。为了让汪直尽快归顺，胡宗宪又使出了他十分擅长的权谋。他故意将机密文件放在案头，随后出去饮酒，大醉后邀请毛海峰入内密谈。没一会儿，因为酒劲太大，胡宗宪已经熟睡打鼾了。毛海峰很容易就趁机看到了总督大人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包含了胡宗宪本人起草的请求朝廷宽恕汪直的奏书，以及被胡宗宪扣留下来的手下将领的请战书。毛海峰连夜抄录，次日一早就起身告辞，把情报给了汪直。汪直于是放下了戒备，仅带领数名亲信进入浙直总督府拜谒胡宗宪。这时候的胡宗宪确实真心想招抚汪直，承诺将开放海禁，并说服汪直去拜访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汪直随后在游览西湖的过程中，却被王本固派人逮捕入狱。此时外面已经流言四起，朝廷和民间都在说总督胡宗宪收了汪直几十万两金银，所以放任倭寇上岸。胡宗宪一惊，生怕自己难以洗刷清白，赶紧派人追回了他此前奏请朝廷宽恕汪直的奏书，改发了另一封要求严惩汪直的奏书，可谓功亏一篑。汪直被捕的消息传回岑港，毛海峰大怒，将胡宗宪派去的人质杀了，随后阻断岑港，占据舟山，向明军发起进攻。由于岑港地势较高，于戚二人采取仰攻姿势，打得颇为艰难，将士死伤惨重，仍未能攻下岑港。此战打到第2年，嘉靖37年，倭寇才在鱼龙七虎的猛烈夹攻下逃离岑港。眼看倭寇往南逃窜到闽粤一带，于大猷主张乘胜追击，而胡宗宪认为损失太大，主张收兵。这时，福建籍御史李胡上书弹劾胡宗宪，指责其放纵海寇酿成祸端。因为于大猷和李胡都是福建同乡，胡宗宪据此怀疑这起弹劾是两人共谋，遂先下手为强，把责任全部推给于大猷。他指控于大猷违抗军令，纵容倭寇逃窜。于大猷被逮捕下诏狱，多亏了于大猷的好友锦衣卫首领陆炳出手相救，于大猷才被释放。胡宗宪为了自保，污蔑于大猷，导致其下狱，这再次证明他是能臣，但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人，在道德上有不少饱受争议的污点。嘉靖38年，汪直被拉到杭州的一个港口处死。同年，在东北，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降生了。在欧洲，伊丽莎白一世加冕为英国女王，因为纵容和扶持海盗集团的扩张，她后来被称为海盗女王。而胡宗宪将迎来个人仕途的顶峰。嘉靖39年，他被擢升为兵部尚书、监督察院右都御史，1年后又被晋加少保之衔，并节制江西等7省总兵，权势盛极一时。史书说，胡宗宪握权太重，故才得斩而获机一猛矣。因为权术赢得做事的舞台，也终将因为权术招来祸端。胡宗宪晋封少保仅1年后，嘉靖41年，大明内阁首辅之争进入最后的阶段。隐忍多年的徐阶将山东道士蓝道行介绍给嘉靖。蓝道行在为皇帝伏击时，看到严嵩进来，虽以附体之神灵称今日有奸臣奏事，早已厌烦了严嵩的嘉靖一听，怒上心头，将年迈的严嵩罢官，并逮捕其子严世蕃。受严氏父子倒台的牵连，朝廷言官以贪污军饷、党毙严嵩等10大罪名弹劾胡宗宪。胡宗宪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很快，胡宗宪被逮到北京受审。这时，真正的权术大师嘉靖突然降旨，胡宗宪不是严嵩一党，这8、9年来都是朕在提拔他。朕当初因胡宗宪捕获汪直而封赏他，现在如果加罪，今后谁为我做事呢？让他回籍闲住就好了。皇帝发话，胡宗宪总算免于牢狱之灾，但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仕途到此为止。2年后，政坛争斗再次波及到他。这1年，
严世蕃被处斩，严氏父子彻底倒台。在查抄严世蕃的幕僚罗龙文的家产时，御史发现了一封胡宗宪被弹劾后自拟的圣旨。严嵩当权时，严世蕃长期非法直诉内阁，并代其父撰写圣旨草稿，这在当时的帝国政界人所共知。所以胡宗宪私下草拟了圣旨，托罗龙文转交严世蕃，希望后者利用其权力，使自己免于被弹劾。罗龙文还未来得及将这封圣旨交给严世蕃，严氏父子已经倒台。这封未被及时销毁，一直藏在罗家的圣旨，就这样给了做事向来不拘泥规矩的胡宗宪致命一击。妄传圣旨这种事被公开出来，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皇帝能忍得了。于是54岁的胡宗宪再次被押至北京。在狱中，胡宗宪递上万言书变巫书，结果石沉大海。他自知这次难免一死，写下绝命诗后自杀，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当时人都传说胡宗宪贪污了巨额军饷，家里有金山银山，但据明朝官员萧燕后来回忆，胡宗宪死时其家也几乎闭利。可这并不能阻止新任内阁首辅徐阶将那些莫须有的指控写到朝廷实录里面。可怜一代封疆大吏，至死都背负着罪名和骂名。就在胡宗宪被罢官革职之后，戚继光还在继续追缴南下闽粤的倭寇，最终完成了胡宗宪未竟的抗倭事业。到胡宗宪自杀之时，骚扰帝国长达30-40年的嘉靖大倭寇终于平息了。明末清初史学家谭谦说，此后东南数百年免倭患，皆胡宗宪再造之功也。遭遇两极化的评价，胡宗宪生前死后皆如此。这也是混乱年代任何一个希望有作为的官员需要面对的两难处境，是像张经、杨继盛一样不惜献祭生命来对抗权臣，还是像胡宗宪一样趟入浑水委曲求全，赢得做事的空间。随着时间推移，胡宗宪慢慢获得了同情和理解。杭州和嘉兴人为了纪念这名抗倭英雄，为他修了祠堂。明末史学家何乔元也说，世人骂胡宗宪勾结严嵩，殊不知他死了那么多年，浙江人还是忘不了他的功业。胡宗宪讨好严党，不是为了鱼肉百姓，而是为了建立功业。明白这一点，他的虚与委蛇和一腔苦衷就值得尊敬。胡宗宪死后7年，1572年，朝廷为胡宗宪平反。时至今日，我们记住了抗倭民族英雄于大猷和戚继光，但也请记住他们的上司胡宗宪。尽管他并不完美，而正是他的道德瑕疵，让我们时刻警惕。历史中每一个干大事的人都活得很不容易，我们要指摘的是那个时代，而不是在时代中浮沉的人。